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巧照咖，我是巧儿。这一周呢是闲10月的最后一周了，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做出 Costco 的牛肉起司卷。那这个面包呢，好吃到以前我好像是为了它才去逛 Costco 的，那就像小当家呢是为了肉丸去逛 IKEA 一样。不过加拿大呢 Costco 什么都有卖，就是没有卖这个面包。那我这一周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如何自己在家里做。那个面团呢，我加入了全麦面粉，让它麦香味更充足。然后馅料部分呢，用料用得很实在，那个牛肉品质很好。那这两个的结合，把这款面包美味再提升一个层次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步，去 Costco 采买牛肉。好险，今天人潮不多，直奔牛肉区。牛肉的部位呢很多种，那今天呢我选的是适合快炒的五谷牛小排，它油花很均匀，然后牛肉味很甜，处理起来呢也很方便。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腌牛肉。那为了要复制这个原本的味道啊，我有去认真研究它的代工厂，它对这个牛肉卷的叙述。那根据他们的网页呢，他们是写他们用照烧酱来腌这个牛肉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用日式照烧酱。那这个腌料呢，也是左右牛肉卷风味的关键之一。照烧酱的食材有酱油、水、清酒或米酒、味淋、糖、少许的姜、洋葱半颗，以及玉米粉，它可以让酱汁变浓稠。直接呢用均值机搅拌均匀，这样就不用多洗一个碗了。今天使用的是库医师的不锈钢保鲜盒，它是医疗级316不锈钢，那有 99% 以上的抗菌效果，所以呢拿来腌制食材很安心。把牛小排切条状，可以提早15分钟放进冷冻库，把它冰的呢有点双双硬硬的，更好切。牛小排的油花是不是超美的？它有一定的脂肪啊，这样口感才不会柴。不吃牛的巧手们可以用猪肉替代，譬如说腰内肉啊、梅花肉。至少呢腌30分钟，让它入味。很多人会问我推荐到底用哪一个库医师最实用，玉玺6号是我最常用的尺寸。虽然它看起来窄窄的，可是呢它容量很足，有超过1公升。进冰箱冷藏至少30分钟。牛肉 cheese 卷另外一个主角呢就是 cheese。那今天呢我们会用到2种 cheese， 这个呢是莫泽瑞拉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切达乳酪。如果呢你不想准备2种的话呢，我建议只要就全部都用莫泽瑞拉就好，因为切达 cheese 呢有点咸，所以如果你全部都用它的话，面包会太咸。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刨成丝。
接下来这个秘诀啊，也是从我翻车无数次之后得到一个小心得，就是牛肉起司卷它很容易就是在烤的时候，那起司预热变成有水蒸气嘛，就会从面团面冲出来，然后就你的馅料就流光光，你就觉得很哦。那我试过就是好几种不同的解决方式，后来我觉得最有效就是把起司事先冷冻，因为冷冻的时候你进烤箱的时候，它慢慢的回温嘛，然后融化，就不至于就是瞬间变成水蒸气，那还算蛮有用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冷冻。牛肉呢腌得差不多了，那把多余的水分呢给滤掉，等等呢才能用高温把表面煎上色，产生梅纳反应。腌料不要丢掉哦。最后我们加入牛肉一起煨煮，成为美味的酱汁。锅子中大火预热，加点油。牛肉条呢，看你的锅子大小，分2到3次加入。下锅后，先不要动它。把它两面煎上色之后，再加点黑胡椒。这个腌料呢，有味淋啊、糖啊、洋葱泥，这些都有糖分，它会让牛肉的上色很漂亮。转小火，加入我们的腌料。稍微煮个1-2分钟，变浓稠。下葱花，稍微收一下汁。是不是看起来已经很下饭了？等等呢，我们来煮白饭，要配着吃。起锅，把牛肉馅放凉。面团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上礼拜分享的冷冻披萨面团。那我把它加入了全麦面粉，然后前一天做好，在冰箱里面发酵，然后今天就可以直接来分割使用了。OK， 桌上撒点手粉，取出全麦披萨面团。这个面团呢不太粘手，很好操作。分成4等份，每一份呢约130克。来到重点整形时间，把每一份呢擀成长方形，然后尽量厚薄一致。转90度，让长边呢面向自己，长度呢大概就是擀面棍的2/3，然后宽度呢是1半。当然你要做的更长或更宽都可以。平均的撒上双重起司、切达乳酪跟莫泽瑞拉起司。切达乳酪呢，它有奶油的香气，有一种发酵味，然后略带点咸味，搭配清爽会有牵丝口感的莫泽瑞拉乳酪，让内馅的风味更平衡。卷的时候呢，不要只靠双手单打独斗，要找你的好朋友刮板帮忙，由上往下卷起。左右开口呢封好，大概捏一捏，让馅料平均分配，然后呢把它移到烤盘上。再擀一个。做这种包馅的面包啊，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面团破洞，因为呢，面团破洞就表示在烤的时候馅料会流光光。所以呢，在整形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面团呢有点粘手，一定要撒点手粉。
因为牛肉的酱汁本身就有咸味了，所以 cheese 的用量呢，我的建议是莫泽瑞拉乳酪要大于那个切达乳酪，才不会太咸。牛肉馅也要均匀的分配，那放的量呢，就以你可以包得起来就可以。面团的侧边接缝处也要确实用大拇指把它压紧密封。头尾两端呢，保险起见，我会再往内折一下，把它压好。4条都完成了。这款面包不需要2次发酵，大概松弛个10分钟就可以了。预热烤箱，上火200度，下火170。准备全蛋液，然后均匀的刷在面团上。蛋液呢，可以让我们面包的表面更上色，以及呢帮助把 cheese 给粘住。撒上帕玛森 cheese， 也可以呢用莫泽瑞拉乳酪代替。有加 cheese 的优点就是烤完呢会有脆皮的效果哦。然后一点干燥的巴西里装饰，让它颜色呢更漂亮。放在烤箱的上层烤15分钟左右。如果你的烤箱没办法分上下火的话，那你就设定190度，也差不多烤15分钟。这时候呢，接近傍晚，贝狗呢都会在这里悠悠哉哉的看夕阳。走喽！给你听听这个脆皮的声音。牛肉cheese卷完成，放凉至少5分钟再来切。看它多汁的牛肉内馅，内馅呢吃起来味道很丰富，有照烧酱、黑胡椒、葱花以及双重cheese等种种风味。但是呢，整体不会湿软，因为它外层有一个脆脆的表皮，然后这样口感呢吃起来就很有对比。超开心，因为终于呢做出我很熟悉的这个牛肉cheese卷了，我已经好几年没吃到了。而且呢，我个人更喜欢这个食谱。保存收纳部分，库医师有出好几款大容量的保鲜盒，像这个尺寸它长有21公分，所以整条的牛肉卷可以放进去，不用切一半。牛肉卷需要冷藏或者是冷冻哦。然后用他们家的优点就是加热的方式很多元。直接微波，不用担心它不会爆炸。或者呢，你想用烤箱加热，或者是用电锅蒸的也可以。那最近库医师不锈钢保鲜盒有特价团购活动，详情请看影片叙述。面包做完，最后来煮个饭。拍片呢拍了一整天，刚好也是晚餐时间了。煮好之后，大概让它焖个5到10分钟，然后开盖，用饭勺呢切10字，再从底部往上翻。让那个米饭呢整体口感都很均匀。我因为太爱吃饭了，对米饭的口感呢蛮挑剔的，但是呢这款铸铁锅煮出来的米饭真的是粒粒分明，然后很 Q 弹。把剩下的照烧牛肉加热一下，然后再烫个青菜，今天的晚餐马上就有着落了。以上就是本周的分享，闲食月的 ending 牛肉cheese卷面包，可以当早餐或午餐，也很适合冷冻再回烤。希望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如果还没订阅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。下个月的主题呢很实用，是为了疫情大家待在家里工作或上学所设计的，所以要订阅才不会错过哦。我是巧儿，这段期间请大家要特别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。我们下次见了，Ciao。